进都没人啊哟。以前我们看侧翼在闹，英文时期政府不会随之起舞。可是你看进入赖清德时期之后，侧翼在闹，陆委会、内政部、移民署、刑事局也奉命办事。所以过去这些侧翼怎么说也稍微搬得上台面，现在这几个侧翼，错了，再来。真是内政部一直在管我到底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我说我可以很坦荡的告诉刘世芳部长，我与中共势不两立，我们是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伪政府，请勿再三扣我帽子。我爱国之心日夜可见。我年轻的时候就自愿从军报考军校，不像闽南人听到填志愿役，说当兵必须服从长官，马上吓到当场结巴。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内政部一直在管我到底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一直在纠缠着我不放。那他就一直要我证明，那我就跟他讲啦，我说我可以很坦荡的告诉刘世芳部长，我与中共势不两立，我们是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伪政府，请勿再三扣我帽子。我爱国之心日夜可见。我年轻的时候就自愿从军报考军校，不像闽南人听到填志愿役，说当兵必须服从长官，马上吓到当场结巴。他来文说我有义务接受政府调查嘛？对，那。我还在大陆的时候，调查局就打电话给我了，然后叫我说回台湾第一时间就要去调查局接受调查，我就去了。那我去了以后，做了笔录啦，然后我说我这刚申请台胞证，我如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它跟这个台胞证是相背弃的，所以它是不可能，所以证明说我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那调查局为什么调查我？刘世芳交代的，那我也接受了你的调查了。那你现在他故意要叫我行文，他就想要做文章，要政治操作。然后后来他们就又行文来说，那如果是这样，那他可以对我开罚。我说我有接受调查，我已经接受调查局的调查过了，做过笔录，你怎么可以说我是没接受调查而要对我开罚呢？这个事情现在已经3次公文往返，然后现在就卡在这里，我不知道他最后他是会怎么样做一个 ending。不过这一波其实包括曹新成、闽南人、八炯背后其实是黑熊整个牵头起来的嘛。他们这一波在玩大罢免，他们是真的很认真把八炯、闽南人、曹新成、史书华这些当做攻击箭头，是认真把它当攻击箭头。而且民进党内部其实对八炯、闽南人是觉得他们怪怪的，可是我发现黑熊其实是把八炯当作宝。我跟你讲，怪的不是只有这几个了哈，黑熊也怪怪的啊。其实后来这几年来很多事情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可是民进党为什么硬要这么干？结果 USAID 被马斯克给这个解密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所有的怪后面都是美国 USAID 在后面搞鬼。那为什么民进党硬要搞 Face？而且这些废死的这些人，甚至有些人自己的女儿遭遇不幸，他还硬要挺废死联盟。原来这背后是有多么庞大的利益，这美国出的钱在这里面到底有多香？过去我看那个 BBC， 只要他提到中国的一些事情他一定把中国磨得非常的黑。然后再来我们台湾这些网红就会开始引用这个 BBC 的这个说法，你看人家这个国外的这个媒体都这么说。结果这个 USAID 这个事情一爆出来以后BBC 那边狗粮就断了嘛。那这一些就是现在被马斯克给解密以后，这些都是美国撒钱在外面，在海外在很多国家去搞所谓的颜色革命嘛，他就是要扰乱社会嘛，扰乱那样一个政府的社会。哪一个？台湾我们台湾有多少人是拿了美国 USAID 的这些钱？对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怪异就是这样。那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一些青鸟，这一些人一定都还有，固定都还有，而且你就算事实真相摊在他面前给他看也没有用。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中间选民，绝大部分稍微有点智商的人，因为我包括像这一次的大罢免，应该他这一些跳梁小丑像八炯啦、史书华啦、四叉猫啦、闽南人啦
又或者曹新成啊，对，然后那个什么沈伯洋啊，我认为这一些人就是这一个时段而已啦，就好像当年的如花，那人家如花还是很辛苦的，人家也没攻击谁哈，人家就是以自己的本领赚钱，那不是这几个真的是在制造社会乱源啦。没错没错，他们透过撕裂社会来赚取这个流量。我当天去跟巴炯跟闽南郎开庭，我第一个时间我能提供的也就是巴炯的影片嘛。那检察官就认为说，这样子的话看不出来，检察官就认为说这个有剪辑过的影片，他没办法以这个作为判定，所以我就要求就是说要跟三立那边调影片。那闽南郎当下就说可不可以和解啊？因为他说他从台中上来一趟，那个很麻烦的。不是还没开始就要和解了，你太快了吧？对，结果巴炯就狠狠的就把他给训了一顿。巴炯就说：“为什么要和解？为什么要和解？”就把闽南郎的臭骂一顿。为什么当庭把他臭骂一顿呢？然后闽南郎整个脸色就好像去割点晒一样。然后再来就是说，巴炯他其实是有跟这一些反中的一些团体私下是有联系的，对，就像他先前不是说这个 USAID 资助一些反中的媒体嘛？我认为啦，这些人应该是要先澄清他们自己是不是真的一边收斗内一边拿美金反共，是不是因为了美金而反共？那当然，今天他们这样子刻意的在挑衅中共甚至你看他还写了一条歌要打不打，你到底打不打？巴炯也在里面啊。那他们多期待说，今天如果有一天，如果真的两岸开打起来，那他们美国那边后路他们都已经安排好，钱也都有了，而且说不定现在所拿的这一些都是头期款。如果万一两岸真打起来了，说不定美国那边给的前金后谢，搞不好是更大笔。所以这或许是他们所期待有一天把台湾推上战场。你看这个他们这个几大天王，民进党真的没人啊吗？坦白讲当年太阳花的时候，当然太阳花那一些人还没出事之前啦对，至少每一个也都是道貌岸然又或者说过去郑文灿跟那个年代什么野百合年代，这些人每一个都摆出来都是道貌岸然的，信用是必须用时间换取而来的，而这一些人都是背叛者。这些背叛者能够摇身一变，瞬间就变成是道德崇高者，太廉价了吧？民进党真的真的没人了吗？其实蛮感慨你看以前的程度跟现在的程度，而且巴炯是真的没有读书，他最近不是在那边讲那个台积电吗？然后再讲那个川泽会流量那么高我都想说，我的天，到底 ，Oh my God！ 其实你会发觉他的逻辑其实是真的是狗屁不通啦。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悲的是说，我们的内政部他配合巴炯、闽南郎是吗？不然为什么刘世芳的绰号叫做比扯铃还扯的扯铃芳？是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我们看侧翼在闹，其实基本上蔡英文时期啦，政府不会随之起舞。可是你看进入赖清德时期之后，侧翼在闹。陆委会、内政部，你刚才讲到的刑事局也奉命办事嘛，对不对？移民署就是坦白讲了蔡英文年代的时候的侧翼还算是有一点点的素质啦，一点点啦，也不能说太高啦。对你看那个用筷子夹屁股，用屁股夹筷子，这个也是侧翼嘛，对不对？对啊，过去范云也是侧翼嘛，对不对？还有那个苗博雅律师啊，对啊，所以过去这些侧翼怎么说也还有那么一丁点，稍微搬得上台面那么一点点。至少有嘛，这个是完全零啊！现在这几个侧翼，史书华是如何？真是，我相信啦，每一次选举，为什么民进党在这一次会大败？对，为什么立法院没有过半？蔡英文这8年做了什么？过去大家都讲过嘛，最大党就是讨厌民进党啊，
对，为什么蔡英文做8年会做到最大党是讨厌民进党？那你认为到赖清德以后，最大党没改变吗？还是一样嘛？还是讨厌民进党嘛？还更讨厌，甚至是更讨厌、更 low、更没有素质。出来竟然是曹兴诚，竟然是八炯，竟然是沈伯洋，竟然是史书华，竟然是这种玩双飞、玩5P、6P 的这个闽南人，民进党没人哎呦！